凯特，有个风行又很激烈的减肥法，或许早几年可以帮我减掉腰围的2-3公分，但现在我年纪不小，还能用这么激烈的减肥法吗？不过比我大好几岁的主持人李四端，到现在都还在用这种减肥法，或许我也该试试看吧。你是说苹果减肥法哦？你知道他们怎么吃的吗？我知道啊，就是整天吃苹果，饿了就吃，除了苹果以外不吃别的东西，这样不瘦才怪。像那个李四端就说，他一天啃4-5颗苹果，饿了就吃，把胃填得满满的，瘦得可快呢。那是他唯一尝试过有效的减肥法。你呀，我看你撑不了一餐就受不了了吧？何况你不是说我们恢复168以后，你又多瘦了1公斤，你就慢慢瘦就好了。这种快速的减肥法还有待商榷。我最后会说，而且你苹果吃太多就会分泌过多胃酸，这种激烈的减肥法不适合你啦。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为何会选择苹果来减肥？苹果跟别的水果比起来，真的比较有助于减肥吗？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学界对苹果减肥的研究。2017年，加拿大和伊朗联手的研究团队对苹果减肥这个议题做了一番会诊分析。他们指出，苹果被认为是多酚、膳食纤维、类胡萝卜素和其他营养素的主要来源。有许多文献和研究显示，水果中的多酚可以促进抗肥胖作用，并透过清除自由基、调节基因表现，以及改变目标细胞和组织，尤其是脂肪组织的讯号传导来发挥其有益的作用。他们并在文中整理出8项动物实验和5项人体实验。在动物实验方面，论文指出，在8次实验中，以每天每公斤体重7至10毫克的苹果喂给大鼠，会促使大鼠3到28周内的体重减轻。在人体实验方面，论文指出，肥胖者在4至12周内食用整个苹果或果汁，每天240至720毫克，可以减轻体重哦。不过他这里指出的是水果多酚，难道别的含有多酚的水果，像草莓、樱桃，就没有这种减肥功效吗？回答你的疑惑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多酚。多酚是植化素的一种，它的结构中含有多个分羟基。市面上常听到的花青素、白藜芦醇、儿茶素、类黄酮等，虽然有不同的功效，但都属于多酚类。而你说的草莓、樱桃所含的多酚是酶多酚，其中所含的芦丁可以增加维他命 C 的吸收，花青素可以保护眼睛，鞣花酸可以避免色素沉淀，都是有良好的抗氧化效果。而苹果多酚包含前花青素、儿茶素、类黄酮等。2004年，日本弘前大学与日本知名品酒饮料厂商朝日集团联手做了一项苹果多酚的脂肪累积抑制效果的研究，指出苹果多酚与儿茶素一样，可以抑制体内脂肪的累积和血清中三酸甘油酯的增加。作用机转被认为是苹果多酚促进脂肪的排泄，同时抑制脂肪生物合成，促进肝脏脂肪燃烧。所以苹果多酚会帮助减肥，可能跟里面所含的儿茶素关系不小。也就是说，苹果多酚不但可以妨碍脂肪酶的作用，抑制小肠对脂肪的消化吸收，还可以抑制脂肪在肝脏的合成，并促进脂肪的燃烧。换句话说，苹果多酚的确对减肥的帮助特别大。而苹果多酚之所以能够帮助减肥，还不只因为能够抑制脂肪的累积跟产生哦。赶快说来听听，我倒要看看这个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的水果，到底还有多神奇。我们在解析脂肪那集讲过，脂肪细胞有3种，一种作为储备能源的白色脂肪，一种作为燃烧脂肪产生能量的褐色脂肪，而米色脂肪则是由白色脂肪合化或新生而来。米色细胞与棕色细胞一样，都以燃烧脂肪产生能量的功能为主。白色脂肪细胞合化是目前研究肥胖的重点之一。目前研究认为，冷刺激、运动和姜黄、儿茶素等等都有助于脂肪合化，也就是研究认为，经过某些刺激或饮食，白色脂肪会从储存脂肪为主的功能转变为以燃烧脂肪为主的功能。经过转变之后，米色脂肪细胞的脂滴和粒线体都会变多，粒线体越多就越能够燃烧脂肪，这跟棕色脂肪细胞长得比较像，也就有助于减肥。
2020年江西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联手研究的论文指出，膳食苹果多酚透过活化单宁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阿法，能够促进高脂肪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脂肪合化。单宁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阿法缩写是 AMPK 阿法，是一种重要的能量代谢调控因子，所以苹果多酚还能够透过脂肪合化的功效，帮助人体燃烧更多的脂肪。而苹果多酚中能够促进脂肪合化的多酚叫熊果酸，存在于苹果表皮，所以要吃苹果减肥一定要连皮一起吃哦，才能够达到脂肪合化的效果啦。连皮吃我不行，苹果的美味都给破坏了。美味和营养，你每次都选美味，那我也没办法啊。美味属于欲望，营养属于理性。就人性而言，欲望当然比较难以控制的啊。但想要健康，当然就得听从理性啊。更何况，苹果之所以难能可贵，就是因为它兼具两种不同的膳食纤维，也就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我们在讲膳食纤维那集讲过很多了，像苹果的果皮就属于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像刷子一样清理我们的大肠小肠，所以我们一定要连皮一起吃，这样才更能够促进我们肠胃健康。而苹果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吸水会膨胀，能够延长胃部排空的时间，可以增加饱腹感，这也有助于减肥。所以李四端才会说，肚子饿就用苹果来填肚子，以排解饥饿感，并且水溶性膳食纤维也能够减缓糖类的吸收，因而可以减缓血糖的上升，也有助于血糖平稳，就能够有助于减少饥饿感哦。不过这种减肥法，整天只吃苹果，这样好吗？不会营养不良吗？你的疑虑是正确的啊，像卫福部就强烈反对，还曾经在2022年发布了一篇保健辟谣，内容指出，如果你采用的是坊间流行的3餐只吃苹果，不吃其他水果和食物的苹果减肥法，这样你变瘦的原因可能只是饿出来的结果，并没有真正的减去过多的脂肪。这种做法为极低脂肪、极低热量的饮食减肥法，会使身体缺乏足够的营养素，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容易造成免疫力下降及身体的损伤，且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容易复胖，难以长久维持。卫福部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们在讲新陈代谢和阶梯式减肥法那2集都提到过，新陈代谢关系着减肥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用这种节食般的减肥，人体所需要的分解代谢不足，它就会降低身体的合成代谢来配合迟缓的分解代谢，用以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不会让生命的存续发生问题。合成代谢一降低，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就会降低了，身体便会因为营养摄取不足而造成身体整个降低代谢去适应你的低能量摄取，而这样的代谢变慢往往不是短时间可以恢复的。像我们在阶梯式减肥法那集提到的超级减肥王的例子，就长达6年还没有恢复减肥前的新陈代谢。所以这种节食式的减肥法一旦施行起来，短期看起来虽然效果不错，但长期看起来不但容易复胖，还会造成因为合成代谢不足所带给身体的损伤，我也不赞成啦。的确，这实在太痛苦了，整天只吃苹果。就是说啊，况且根据刚讲的加拿大和伊朗联手的那个研究，只要一天吃240克到750毫克的苹果就有助于减肥，取最大量就是3-4个苹果。我们只要把这些苹果代替其他水果、零食和部分碳水化合物的量，事实上就有助于减肥。比如早餐如果只吃鸡蛋和苹果，就是很好的选择，既有蛋白质，又有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糖类。除此之外，还可以替代手摇饮哦。如果有网友是手摇饮的爱好者的话，可以用苹果煮茶来喝，也是非常好喝的，但切记不要加糖哦。所以呀，用苹果减肥可以，但整天光吃苹果不吃其他东西，却不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法哦。一天啃3-4颗苹果是很容易，可是我还是不想吃皮啊。